石榴姐原名苑琼丹，1963年出生于香港，父亲是建筑工人，家中共有兄弟姐妹5个孩子，她排行老三。年幼的她性格活泼好动。1982年，刚刚中学毕业的她开始找工作贴补家用。在得知当演员可以赚钱后，便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亚视艺员培训班。刚入行时，公司给的定位是玉女形象，在《仙女多情越女》《见西施》等作品中都是美女的设定。但在当时美女云集的香港演艺圈，还有林青霞、王祖贤等同期女星的耀眼光芒，加之自身演技青涩，以至于一直不温不火，还曾因演技青涩被高层训斥不会演戏就走，甚至一度被列为待放弃艺人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账户上只有100港币，只能靠吃剧组盒饭度日。1991年，导演陈嘉上向他发出出演《逃学威龙》中地理老师的邀请。虽然戏份有限，但他仍凭借夸张的演技展现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。不久后，《逃学威龙》上映，票房大卖，喜剧角色的成功也让他坚定了自己喜剧方面的表演方向。1993年，他收到了唐伯虎点秋香剧组的邀请，在片中饰演石榴姐。她以夸张的妆容、泼辣又自恋的神态，将风华绝代的丑女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个角色不仅成为了香港喜剧电影的经典符号，至今仍是网络表情包和短视频二创的热门素材。而石榴姐的称呼也从此伴其一生。此后，她成为周星驰的好搭档，在之后很多周星驰电影都有她的身影。例如《九品芝麻官》中只认银子不讲理的三婆，武状元苏乞儿中贪生怕事的龟婆，大内密探零零发中霸道泼辣的老鸨，食神里疑神疑鬼的算命女，每个配角都极具辨识度。虽然大多都是喜剧扮丑出洋相的设定，但却令观众过目不忘。在拍摄《九品芝麻官》时，他曾因一段长镜头台词反复拍摄几十遍，甚至被提议只说1、2、3、4、5，在后期配音，但他坚持拿下戏份。事后蹲在地上，紧张到满脸发烫，也因此定下开工不迟到、没看剧本不进场的职业原则。之后，他还参演了《笑林小子》《千王之王》《东方不败》等经典港片。90年代后期跳槽 TVB 后，石榴姐在陈浩民版《封神榜》中饰演的殷十娘，以细腻深沉的母爱打动观众。原本仅10多集的戏份，因观众缘好被加到主角级别，更助她拿下10大我最喜爱电视角色奖项，也以此证明自己不只是会演喜剧。进入21世纪，他开启了娱乐圈劳模模式，先后在《西游记》中饰演痴情妖精乌鸦精、男亲女爱的办公室大姐梅日仙、大内密探零零狗中爱唠叨的林美人、欢喜婆婆俏媳妇的金牌媒婆马玲珑，还在《爱情公寓3》中客串亮相了胡一菲的彪悍老妈，在内地收获了大批观众。2022年，62岁的石榴姐宣布暂别影视圈，转型直播带货，同时投身文化推广。生活中的石榴姐有着拼命三娘的特质。61岁时曾爬雪山直播10小时，坦言一场直播能赚100万。这份拼劲源自儿时家道中落、被亚视排挤的经历，让她深信只有钱能带给自己安全感。他的感情生活比电影更跌宕。1995年拍摄《僵尸道长》时，对大11岁的林正英一见钟情，主动倒追示爱。两人同居后，林正英因肝癌晚期提出分手，他不离不弃的陪伴照料，直到1997年林正英离世。葬礼上，他以未亡人身份守灵，拒绝接受千万遗产，全部留给英叔子女。2004年，他与玻璃大王黄乃阳闪婚，婚后坚持经济 AA 制，两人结婚20年，坚持丁克。石榴姐虽坦言，比起生孩子更爱赚钱，实则因早年流产后，医生建议不宜生育，且希望能多出时间照顾母亲。而拍摄《封神榜》时，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成为他毕生的遗憾。除演艺事业外，他还曾与朋友合伙开连锁超市，做餐饮，将一切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事业作为依靠。石榴姐的一生拍过近300部影视作品，是从 TVB 的黄金配角到效果制造机的逆袭传奇，用唐伯虎点秋香里夸张的龅牙妆和九品芝麻官的泼辣演技，最终将丑角演成了香港喜剧的金字招牌。他那颗敢自嘲、懂生活的通透之心，才是历经沧桑后最动人的喜剧底色。